云凤，我在这，快来找我！蜷缩在地上，堵着耳朵。我靠着木头山，不敢大声出气。哎呦！云峰，你疯了，乱跑什么？疼死我了！三哥、大哥、红姐，你们刚才都去哪了？我刚才怎么没看见你们？孙老大狐疑的看了我一眼。好好的，云峰，你别吓人呢。我们刚才也一直在找路口啊。大哥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二哥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云峰，你在哪看到的？这除了我们根本就没别人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一颗痣脸色有点白，他看着孙老三点点头。不，他没眼花，我好像也看到老二了。一个人可能是看花眼了。现在我和一颗痣都这么说，孙老大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是不是闹鬼了，大哥？别怕，不是什么闹鬼，就算闹鬼，也是这东西闹的。孙老三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一颗痣。小红、云峰，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刚才是你们两个最先发现黄渤老脸的，也是你们离得最近，靠得最近。老大，你是说刚才我和云峰看到的是幻觉，不是真实的老二？罪魁祸首是这些蘑菇？没错，我猜应该是这样的。毕竟传言说这东西招魂用的，有点迷幻药作用，应该也正常。好了，都别废话了，你们跟我来这边，我发现了点东西。孙老三把我们领到了木头山的左边西北角，虽然外面一层的木头一样，但从这个角度往里看，黄肠题凑里面明显空间大了一点。从这应该能进到木头山里面，这应该是黄肠题凑的唯一入口。都跟在我后面，发现有什么情况了及时出声，我先进去看看。走吧，都别愣着了。小红、云峰，你们先进去，我来断后。好吧，大哥。黄肠题凑的这些柏木上有不少灰尘和蜘蛛罗网，钻着钻着，头前带路的孙老三突然停了下来。怎么了，老三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是不是越来越矮了？咱们在走下坡路。倒也是，按照常识来说，黄肠题凑都是建在平地上，木头山的最中心地带就是棺椁。可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通往下面的。都别乱想了，先到头再说。刚才还是轻微的坡度，现在坡度越来越大。虽然孙家兄弟以前干过不少活，但这样反常的设计，他们应该也是第一次见。我们估摸着爬了10来分钟，我们终于到底了。而当我们来到房间里的时候，没有棺椁，只看见一排又一排，不知道有多少具盒子。这些盒子有的烂掉了，有的塌陷成了扁平状，还有一些基本完整。我说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这么大味？原来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。大哥，这么多集中的盒子，这里难道是个西周的殉当坑？应该不是，先过来吧，撬开一个看看再说。撬开一个看看再说。老三，撬棍给我。接着几乎没有停顿，拿到撬棍后，孙老大就准备撬开盒子。先等等，老大，你数了没？里面有几根钉？有的地都烂完了，不能确定，有可能是6根。6根钉，那你小心点，别靠太近。要是6根钉还好，我就怕是5根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不是5根就好。什么5根6根的？红姐，三哥他们在说什么？如果是5根，那就是封魂钉，还有打4根钉子的，那叫镇魂钉。在传统文化的说法中，这都是很不吉利的。还有这说法？当然了，老三，里面是什么？没啥东西，有寸把长金线，还有一堆白巧克力。过来看看吧。我们走过去一看，还真是，盒子里并没有什么陪藏品，除了2节不长的金线外，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白巧克力。金线就那么一点点，肯定不会是金缕玉衣残存下来的。孙老大看后摇了摇头，看来这下面条件不错，2600多年了，竟然还有巧克力。这种坑要搁在北边，能剩下来1、2颗牙就算不错了。说着话，孙老大捡起了一根白巧克力，他给扔到了另一头。咦，这啥？这好像是后窍珠吧？还真是，草的，晦气，在以前古代是折磨人的玩意。要这墓主真是戒死后，那他也不是啥好人，操蛋玩意。这是奴隶殉葬制，周天子大封诸侯。那时候偏远地区的诸侯王很多，有些冥顽不灵的诸侯国地区仍延续着商代式活人殉葬制这个陋习。妇女社会地位不高，在殉人中，女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。眼前这盒子里的这堆白巧克力，应该也是一个女的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路过贵的无意冒犯，多有打扰了。希望诸位能早日投胎，小心点，别碰到这些盒子。我们往前再走走看。也真怪事了，怎么偏偏看不到那个界后棺椁？难道这主墓棺椁上天了不成？而就在这时，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一颗痣忽然的尖叫了一声，孙老大忙用火把照过去，一惊一乍的。小红，你干嘛？刚才有人摸了下我屁股。这里除了我们几个，谁会摸你屁股？云峰，是不是你小子又在使坏了？三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是云峰，在我后面。不是云峰，在我后面。孙老大把一颗痣护在身后，他皱着眉头，顺着一颗痣说的方向，用火把照了过去。
一颗痣刚刚站的地方，他身后有一个盒子，盒子开了一条缝，有条没蓝丸的手正扒拉在盒子上。孙老三捂着鼻子凑过去，这一看，他脸色也很难看了。盒子里的白巧克力，从轮廓来看应该是一名男性。随后，孙老三走到盒子面前，在这名男子的腰廓部位带出来一个带扣小铜牌。支国臣，这人我认识，是南边的那伙人。通过小铜牌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后，孙老大摸着下巴猜想道：老三，依我看，这会不会是下犯上黑吃黑？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可能姓陈的之国，可是单看之国这两字，本身在他们团伙里地位就不会低。说不好南边那伙人比我们早下来，只是不知道他们从哪下来的，现在还折了这么多人。大哥，我们可得小心为上。而走了不到2分钟，前方又有座石门挡住了我们去路。和之前石门不一样的是，眼前石门要小上1号，石门两旁一左一右还立着2尊造型怪异的青石石雕，好凶的镇墓兽。此刻我突然注意到一处细节，这2尊青石镇墓兽眼睛都有点一大一小，虽然差的不多，但肉眼也能分辨出来，大小不对称。三哥，快看这2尊石雕的眼睛，斗鸡眼的镇墓兽。大邪，这玩意很不吉利，都别盯着看了，赶快走。走，我们往哪走？老三，这不是有道破门挡住了吗？挡路的这道石门也有封门石，但个头和重量都远远比不上之前那道。照孙家兄弟的理解来看，外面那道门是大门，眼前这道门就是卧室门，推开卧室门才有可能见到正主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外面那道石门我们都打开了，还怕这？动手吧，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孙老三将牛鼻凹槽打出来，还照着之前的办法上拐子针套绳子，好在这次要比上次轻松许多。这次我们找对了办法，一次成功。看看，原本以为需要1天时间，结果只花了几个小时。不过我怎么感觉这里面的温度好像要比上面温度低很多，这就奇怪了。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我们又没人是地质学家，先探探路再说。而当我们进入石门之后，这次的房间里没有盒子，也没有棺椁，墙壁上只出现了很多色彩鲜亮的壁画。孙老三抬头用火把照亮了壁画，他表情不可思议。这好像不是西周风格的壁画。不是西周，什么意思？你看看壁画本身的矿物质颜料，因为按照常识来看，西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矿物红，这种矿物红流行在后来的战国楚地。姚玉们一口断定这是比马王堆规格还高的国家级大地宫，他还推测里面有动不得的镇国级文物，可东西在哪？老三，你快过来看看。几人忙跑过去看，只见在石墙的西北墙角处又出现了一幅风格诡异的壁画。等看清了壁画上的内容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的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。我看到的是颜料有些脱落的壁画中有3男1女，壁画惟妙惟肖，2名男人年龄40多岁，女人30多岁，还有最后一个男人年龄明显偏小了很多。壁画中这几个现代人都举着火把围在一块，正照着一具白色盒子。见鬼了，这不就是我们几个人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壁画里？三哥，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我眼花了。小红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了我们4个人，还有一个头上长角的怪物。头上长角的怪物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头上长角的怪物？我分明看到的是一口白色盒子。我和你们的也不一样，我看到的是一个蹲在地上埋头哭泣的孩子。几人互相对视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可思议，一幅古怪的壁画。4个人同时看，结果看到了4种不同图案。孙老三以前见过很多邪乎事，但眼前一画4景的情况显然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当下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合理解释就是幻觉，我们可能同时出现幻觉了。你们几个先坐下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三哥，干嘛？思索片刻，孙老三这才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小铁盒，从里面倒出一些黄色粉末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好像还有一种雄黄的味道？一口气用鼻子吸进去。真够劲三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提神的劲好大，比清凉油花露水的效果强太多了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吸了这种黄色粉末，几人再定睛一看，壁画上没有哭泣的小孩了，也没有头上长角的怪物和毒蛇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案都一致，壁画上只有一些打扮另类的古代人，并没有什么动物和河。还好我来之前多留了个心眼，找道上人买了点醒魂药，不然这次我们可能全都要折在这了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南香味是刚才的南香味，这也是古代的一种防盗墓手段，是当时的巫术方士们配置的。进来的那伙南边人应该和我们一样出现了幻觉，
这才导致了他们黑吃黑，自相残杀。还好我准备的充分，我们发现的也早，再晚5分钟，我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是借人杀人，都清醒点了吧？为了保险起见，还要稍等一会再走。而过来大概5分钟左右，几人收整一番后继续往前走。大概10分钟，我们又发现了一处十分特殊的建筑物，在地宫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个已经干涸的圆形凹坑，凹坑四周光滑，坑里立着3尊身穿长袍的人形石雕，石雕没有 CPU， 只有身子。地宫里的这凹坑有点像蓄水池，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以前有人故意挖出来的。咦，这边上怎么这么多窟窿眼？干啥用的这是？是啊，这凹形水坑下面怎么排列了这么多小洞？难道是放水用的？管他水坑不水坑的，先下来再说。怎么了，老三？发现什么了？大哥，你看这地方，这石像胸口处有些凹陷，肯定是什么机关之类的。我试试看，能不能打开一道门。老三，你先别动。怎么了，大哥？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？别疑神疑鬼的，哪会有什么事？没道理呀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怎么回事？老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。不好，快跑！云峰、小红，快跳上来！云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凹形水池下降速度太快，凭我们的弹跳力根本跳不上去了。绳子，老大，快拿绳子！还没等大哥把登山绳放下来，整个蓄水池下降的速度又快了几分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云峰，半蹲身子，抱住石雕。巨大的失重感充斥全身，头顶上已经看不见大哥三哥了。我被头顶掉落的石头砸中了后背，当即就躺在地上直不起身子。一颗痣连忙跑过来将我扶了起来。此时绳子的位置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，一颗痣也只能将我扶起来，走到石像面前，单手抱住，另一只手则是紧紧抓住石像。老三，你干什么？我要下去找人啊，大哥！云峰是我兄弟，我不能让他们有危险。你疯了吗？这蓄水池下降的速度这么快，你一跳下去会摔死的。快上来！我和一颗痣彼此抓着对方的胳膊，现在我们什么也办不到。红姐，我不行了，你快放开我，兴许你还能爬上去。云峰，你说什么？坚持住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当时一颗痣说出这话，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信。我也被石头砸中，没了力气，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，最后一根铁锹也跟着断裂。就这样，我和一颗痣就掉了下去。一阵巨大的入水声，冲击感传来，这股力量太大，我也没了力气，直接被撞得向后仰躺去。先是后背感觉很凉，然后是整个身子都感觉到很冷，是温度很低的地下河水。完了，这事是真的彻底完了。难道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了吗？奶奶、大头、李靖。意识恍惚之际，我脑海里就像在飞快地放幻灯片，很多以前生活中的画面一闪而过，有奶奶的身影，大姑父的眼神，把头的教导，李靖的笑容。我拼命的努力想抓住这些，却一个都抓不住，意识正在一点点消散。这时，不知道是不是死前错觉，我忽然感觉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。孙老三触发地宫石雕凹陷处机关，我和一颗痣措手不及，还没来得及爬上坑顶，就和被触发的机关连带蓄水池一同掉了下去。好在当时的情况比较好，我们掉进了地宫深处的地下河，因为我被石头砸中，当即就昏了过去。这时，不知道是不是死前错觉，我忽然感觉到背后有人抱住了我。昏过去后就没了时间观念，我是被冻醒的，后背一阵酸麻，胸口处呼吸都会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肋骨断了。你醒了。红姐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我两命挺大的，动作小点。我看过你伤口了，肋骨没断，只是后背有一点淤青，是被石头砸的。我的背包呢？被水冲走了，还好我背包里有一些冲击饼干和应急工具。红姐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不会水，要不是你救我，我就得被淹死了。一颗痣旁若无人，他自顾自地开始脱衣服，我忙低下头。这里没东西烧，没法生火，先别谢了，快把衣服脱下来淋干水，要不然会失温。就这样，5分钟后，我脱的只剩下了3角裤，我双手护着裆部，任凭他怎么说我都不肯脱了，这是我最后的倔强。
算了，这下面是洞穴构造，我的对讲机也用不上，短时间内可能我们都无法联系大哥和三哥了。先把东西吃了吧，被水给泡烂了，应该还能吃。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穿上衣服，二人结伴开始步履蹒跚地顺着不宽的河岸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水流越来越急，我们行走的小河岸也越来越窄。开始我俩还能并排走，到后来担心脚滑掉水里，我和一颗痣改为了一前一后走，他在前，我在后。等等，怎么了，红姐？云峰，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距离有些远，看不清，我只看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圆形黑影，就像是一些圆球挂在洞顶。这啥东西？小心点，走过去看看。随着距离拉近，这次我看清了，是某种长条状的青铜器。这些青铜器前面还用细一点的铜锁链悬挂着很多圆泥球，完全看不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。一颗痣抬头皱眉道：云峰，这些像不像编钟？编钟？挂洞里的青铜编钟？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，大概有34种，编钟只是其中之一。后世人分类有圆编钟、方编钟、帽子编钟、梯形编钟等。一颗痣从边上捡起来了一颗小石头，打一个下来看看。打一个下来看看。红姐，要不然我来试试吧。我小时候爱用弹弓打鸟，所以手上还是有些准头的。第一下就打到了，那颗圆球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晃了晃，但因为力度不够没掉下来。这一次我用了全身力气，打中了，红姐。一颗痣迅速脱掉上衣，他转身道：在这等我，我去捞上来看看。2分钟过后，我还没看到他的身影，那个掉下来的球也不见了。而等了大概5分钟，一颗圆球被水推到了我脚下，一个人的上半身从水下冒了出来。看到这人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是一颗痣。游上岸后，他脸上阴晴不定。红姐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怎么了？水下面有东西，没看清楚，像是个人为建造的大转盘。大转盘？啥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先别说这个，先看看这东西是个啥。这玩意很硬，足球那么大，我用尖石头砸了好几下才砸开一条小缝，就像开椰子壳。我把手伸进去，想用力掰开这东西，第一下没掰开，但是口子被撑大了，我就用手电照了一眼，里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。我试着伸手去摸，结果摸着摸着，我脸色就变了。怎么了？ CPU。 一颗痣脸色微变，不过他比我反应要好些，他强撑着说 CPU 怕什么？要老二在这，还敢跟这玩意亲个嘴？哼，一边去，让我来吧。CPU 眼眶周围的一圈鎏金层金灿灿的，和纯黑色的 CPU 搭配在一起，风格颇显诡异。一颗痣皱眉道：早年我帮一个承德团伙做后勤的时候，见过类似的东西，不过那东西不是 CPU， 是一小段白巧克力。当时那个团伙里的把头告诉我，说这东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。一颗痣抬头看着洞顶上最上面那个青铜器，然后又说：云峰，你准头可以，这东西粗看几下的有几十个了，你砸一个下来，我们研究研究看。我特意挑了一块个头大点的石头子，就朝着编钟砸去。第一下我就砸到了，石头和青铜器撞击在一起，发出了悠响清脆的一声回音。再加2把子力气，最后这一下结结实实的打到，编钟掉到了河里。一颗痣早有准备，他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东西捞上来了。我掂了掂分量，感觉分量有些过于轻了，然后就问红姐，你试试，我怎么感觉分量不对劲？不是青铜的，这是个好东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天铁的。天铁？红姐，你说的应该是陨石吧？没错，是陨石。铁器出现在春秋晚期，说白了，天铁就是陨铁，是陨石矿。红姐，我现在只想快点出去，我也知道你想干嘛，要不等我们出去以后再说吧，现在还是保命要紧。云峰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还是带上吧，也没多沉，这地方估计几百年都下不来一个人。怎么样，后背还疼不疼？已经不疼了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二哥。我们沿着地下河继续往前走，离开这里大概200米左右。走着走着，我鼻子一热，突然没来由的流鼻血。等等，红姐，小年轻就是火力旺盛啊，看到美女就流鼻血。你等等。一颗痣这时还不忘调笑我，他从自己身上撕下来一段布条，想要给我擦血。等等，红姐，你怎么也流鼻血了？也不帮我擦了。他忙仰头用布条止血。就在这时，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金属打击声。我仰着脖子望去，那一瞬间，我全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。地下河上不停冒泡，那些吊着泥球骷髅头的铜锁链开始快速的拉动，几十个圆泥球开始左右摇摆，很有节奏的开始一下一下的撞击陨铁编钟，好像是在某种水下机关术的控制下能自主运转。
开始自行演奏一场2000多年前的音律，仿佛传到了人的灵魂深处。这声音听着听着，我就开始感觉到眼睛发胀。我刚刚流的鼻血，现在根本止不住，鼻血越流越多。一颗痣和我情况差不多，同样是鼻血止不住。于峰，快跑，我们要死了！我和一颗痣互相搀扶着，步履蹒跚地沿着地下河岸向前跑，身后钟声悠扬。正如一颗痣所言，水下有张巨大的类似轮盘一样的机关束，这水下轮盘带动了青铜锁链，青铜锁链拉动了鎏金 CPU， 最后 CPU 撞向编钟。云峰，堵住耳朵，往回跑！我搞不清一颗痣的用意，但还是被他带着往回退。但这可是往回走，越靠近声音源头，我耳膜就越疼，连爬带跑的回到了原点。一颗痣说话声很虚弱，丢掉钟，快把钟丢到河里。哦，好。几乎是与此同时的，编钟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那些青铜锁链吊着的鎏金骷髅头像失去了动力来源，地下河重归平静，像是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红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往回走？云铁互相之间有吸力，这是重力平衡，若少了一个就打破了重量平衡，若拿走其中任何一个，必会触发水下的大转盘。看来刚才真是大意了，竟然没想到水下有机关。要是再晚一步，估计我们已经没了。红姐，你说我们会不会走不出去，困死在这地下河里啊？我擦了擦鼻血，一颗痣没有回话。我吃力地爬起身一看，却看到一颗痣秀眉紧锁，他脸色苍白，已经陷入了昏迷。一颗痣被我晃得上半身摇摆，可他还是一动不动。我从包里翻出来矿泉水喂他，可水喂不进去，都从他嘴角流走了。我咬着牙，吃力地背起了一颗痣。走，红姐，我们一定要走出去，我们还要去找大哥、二哥、三哥的。火渴了就喝河水，饿了就吃点泡发的饼干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想过放弃一颗痣。我要救我的伙伴。这里不见日月，也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。我背着一颗痣，又冷又饿，腿肚子打颤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忽然间，前方隐隐浮现了一点火光，双腿一软，我还是没支撑住，昏了过去。正当我醒来时，身子有了些暖意，我慢慢睁开了眼睛，耳旁烧柴火的声音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阵阵香味钻进了我鼻子里。这时，突然有张满脸是毛的人脸探了过来。你是谁？保持距离后，我心存警惕地问他，学着我说话道：你是谁？我问你是谁，干嘛学我说话？我问你是谁，干嘛学我说话？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：卧槽，你是不是傻子？卧槽，你是不是傻子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救了我和我朋友。他还是学我说话，现在还没走出去地下暗河，也不知道这人是从哪里弄来的干柴。看着火堆上烤得滋滋冒油的烤鱼，我下意识地吞了一大口口水。喂，我能吃点鱼吗？喂，我能吃点鱼吗？这人怎么老是学我说话？难道这是个傻子？好啊，你吃点吧，别客气。你吃吧，别客气。有1-2天没吃热乎东西了，我马上狼吞虎咽起来。说的是吃一点，但最后我吃了一整条烤鱼，只剩下骨头了。要不你也来一点？麻痹，你小子是谁？我烤鱼呢。原来不是傻子，可这人怎么怪里怪气的？实在对不住大哥，我肚子太饿，一时没忍住，都给你吃了。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你知道我在这困了多久了吗？我逮条鱼容易吗？你现在把食物给我吃了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我根本没料到，他说着说着就蹲下开始哭。我往前3步接近他，蹲下来，小心地拍了下他肩膀。大哥，你说你被困在这很长时间了，那你之前是从哪来的？不会也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吧？少跟我套近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小子肯定是北边的，都是钻洞老鼠，别把自己当成宠物猫。而通过与他的交谈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人是南方派擅长摸水洞子的盗墓贼。此人姓陈，名剑生，他在南方派团伙中担任的是中层土工的位置。照他的原话说，他已经在这条地下暗河的山洞里待了6-7个月了，因为身手和水性都不错，平常就靠着抓一些河鱼、老鼠类的东西来充饥。那你们团伙里的其他人呢？死了，一整个团伙的人都死了。死了？难不成这老头和我们之前在皇城提凑发现的那个人是一伙的？随即我就跟这人聊了起来，告诉了他我的把头是谁，也告诉了我们在皇城提凑盒子里发现的那个人。他低着头没说话，过了能有5-6分钟，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。你们见过老陈的尸体了？是的，见过了，在盒子里，不过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没什么好肉。陈把头，你都坚持这么久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是……对了，你刚才说已经在这里待了6-7个月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找不到出去的路？出去的路？你以为我没找？
这西周大墓下的空间完全是墓主有意为之，就像墓主的私人后花园。行了，小子，走，带上这娘们。你要是不死心，我带你去看看，到那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于是我重新背上红姐，跟着这男的继续向前走，顺着这条地下河往前，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。前方河流忽然一分为二，出现了岔路口，一条小河向东流，一条小河向西流，都是石头。怎么样，走到这看出来了吧？这座西周大墓上面也是这个构造，整体来看就是个 T 字形状，和这条地下暗河的水流走向基本一致。你小子还算有点眼力劲。没错，这上对下的墓葬风水布局其实是墓主故意做的，久而久之就成了风水先生口中所说的失阴地了。眼前是分岔路口，我们沿着岸边走的是左边那条岔路。这男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他不时回头催促我一声：“喂，小子，我说你快点，这么慢，天黑了都走不到。”什么天黑了都走不到？这里还分着白天晚上吗？再说了，你没看我还背着个人吗？红姐身材丰满，但个头不算高，我估摸着撑死也就110斤左右，虽然不算重，可要是背着她走好几里地，显然有些力不从心，所以我一直走不快。听一下，小子，你看看对面，顺着那老头手指的方向，河对岸是岩壁，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我发现在河对岸的岩壁上有一条裂缝，这条缝隙大概几10公分宽，上下很长，但看不到大裂缝里面有多深。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游过去啊，不然在这干瞪眼啊！该死，又要游泳，怎么办？我可是旱鸭子，红姐现在还是昏迷状态，要不先拖她一会，等红姐醒了再说。不好意思，老头，我伙伴现在还没醒呢，况且我身上还有伤，要是就这么过去，恐怕会有危险，要不还是等人醒了再说吧。哼，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大概过了3个小时，一旁的老头还坐在河边，好在没多久，红姐终于醒了，而她醒来就张嘴要喝水。我把包里最后剩下的小半瓶矿泉水拿出来，喂她喝了。老娘我是差点折在这了，谢了云峰，你救了我一命啊！你没丢下我自己跑，把头说的没错，你是个重情义的男人。其实没什么的，互相帮助嘛。一颗痣忽然发现了河边坐着一个正闭目养神的毛脸男人，当即就走过去问了问：“你是？”南派土工打金坚陈建生，北派后勤一颗痣陈红。二人隔空点了下头，随后便不再和对方交谈，这也算是同行打过招呼了。南派北派就一直不对头，像现在这样能互相拱手报个姓名打个招呼，这都算好的了。云峰，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？万一某些人是心怀鬼胎要害你，你怎么办？哼，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一颗痣听到这话，当即就冲了上去，对着男人就是一通乱打。更奇怪的是，这男人竟然没有还手。就这时，我注意到那男人眼神有了变化，先是怒气冲冲，继而变成了迷茫发呆。南边的老鼠，你给我起来！南边的老鼠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！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！南派臭老鼠，死老鼠，烂老鼠！南派臭老鼠，死老鼠，烂老鼠！停，红姐，这老头有毛病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随即我接连解释这老头的怪异举动，红姐这才明白过来。呵，我说呢，怪不得老学人说话，原来是个250傻子。算了，不跟这南派傻子一般见识。随后我指着河对岸问：“这就对了吗？红姐，你说咱们怎么过去？”过去干什么？你难道真信这傻子说的？红姐，你没注意到那些干柴是哪儿来的？我觉得这人说的可能是真的，这里可能还藏着别的秘密。陈建生还在发傻，还在学我们说话。一颗痣转身看了他一眼，一咬牙：“行，云峰，你信他，我信你，那咱们就游过去看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别有洞天。”这段地下河不宽，但水很深，这个时节水温也很低。红姐水性是好，但她也不敢拖大。喂，你小子往下点，手放哪了？哦，对不起，红姐。红姐，那这男人怎么办？你真打算不管他了？闲吃萝卜淡操心，南派的土工死就死了，不用管他。到了地，我俩走到了那条裂缝跟前。这山缝10几米高，从外面看非常深，宽度一次只能通过一人。我和红姐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红姐率先侧着身子钻了进去，顺着山缝往里钻的时候，我一直收着肚子，因为这山缝里有些凸出来的碎石。出来后，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傻眼了。我本以为钻过这条山缝，对面可能是另外一处地下岩洞，但我猜错了。放眼望去，全是植物，很多植物。怪不得之前南方派的陈建生会说这下面是墓主人的后花园，只是这后花园未免有些太大了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简直就是一个超大的地下空间。在我看来，古人是死如是生，
秦始皇建10万兵马俑，用水银为湖海，用明珠化星辰。古人的格局，我们小看了。对，确实是格局小了。说得好，小子，我才一愣神的功夫，你们就跑进来了，动作还真是快。喂，北边小子，刚才怎么了？怎么我一愣神的功夫，你们丢下我自己跑进来了？我故意干咳了一声，掩饰尴尬，随后又说：没事没事，刚才发生了点小状况，现在好了，我们3又聚在一块了，还是暂时合作，想想怎么出去才对。北派的后勤陈红是吧？这小子说的没错，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，知道的比你们多点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走出去，至于江湖上的恩怨，以后江湖上再争，你可同意？可以，不过我怕某些人会突然犯病，拖累了我和云峰。犯病？谁有病？犯什么病？这还有其他人？没人生病，都好着呢。陈土公，这里这么大，既然你熟路，那你说说，我们下一步去哪？行了，跟着我走吧。我之前发现了几处可疑的地方，多一个脑袋多一条路，带你们去看看，也帮着给参谋参谋。另外，我提醒你们，有些东西千万不能碰，要不然就等着受罪吧。哦，有些东西不能碰，什么东西？这里都是花草树木吧？走了10分钟左右，他走到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。这大树10几米高，样子很奇怪，有枝干躯干，但浑身上下没有一片树叶。他指着大树扭头说：之前我把这树当参照物地标，因为它很好认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光棍树。这光棍树正对着山洞裂缝的出口，只要能看到它，就不会在里面迷路。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哼，什么光棍树？它有名字，叫云阳树。没文化就别乱说话。行，走吧，注意脚下的杂草，有些草可带着刺钩。陈建生带着我们继续走。一路上，我见到了很多没见过的植物。红姐时不时对我解释：这株花叫草乌头，别碰，碰了身上会痒痒。那这株呢？这株又叫什么？这叫马钱子，那是红鸡冠花，这些都是很不常见的花草啊。忽然间，我看到在一株红色的鸡冠花上趴着一只通体暗黄色的虫子，这虫子和农村田边野地里的知了虫很像。我用木棍敲了敲，仔细一看，这东西竟然没有腿。我好奇地问：陈土公，你知道这是啥虫子？不知道，你问我白搭，我也不是什么都见过，这里面稀奇古怪的小虫多了去了。这虫子好像不会叫，它头上长着一对黑芝麻似的眼睛，长得很怪。红姐也摇头说不认识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对了，你们现在饿不饿？还行吧，能继续走，不算很饿。你小子当然不饿，我抓的一条鱼都让你吃了。走吧，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。走吧，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。陈建生白了我一眼。1个时辰后，他领我们到了一处地方，这地方是个土坡，高不过1米，看着有点像乱葬岗上的那种小坟包。说完，他就上前去刨土，是徒手挖的。咦，哪去了？我记得我明明埋在这儿的啊！陈土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藏了什么东西在这？是一件玉质青月，我无意中捡到的，还是错金银的，上面刻着一幅看不懂的小地图。这哪去了？还能自己长脚跑了不成？而他把小土堆翻了个遍，愣是没找到他口中说的东西。我和一颗痣则在一旁扭头朝四周打量。现在光线不好，周围昏昏沉沉的，模模糊糊中，在前方1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下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矮个子黑影，正藏在树后偷看我们这伙人。谁在那？怎么了，云峰？你看到什么了？红姐，我看到了一个戴帽子的黑影，个子很矮，不到1.5米。戴帽子的黑影，个子很矮。云峰，你是不是太累，眼花了？最后，我说服了红姐，我们决定去大树那边查看一番。走到地方后，周围除了花草什么也没有。陈建生出言打趣我：小子，我看你就是眼花了，什么小矮人，是不是还有白雪公主啊？我气得不行，刚想反驳他，红姐打断了我。等等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顺着红姐指的地方看去，只见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留下了一双很小很小的脚印，看着像5、6岁孩子的，只有4个脚趾头。陈土公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团伙里的人？你们团伙里有没有侏儒类的残疾人？没有，先前除了我和陈之国，其他兄弟都出了事。况且我们团队里也没有这种残疾人。突然发生了这档子事，我们也不敢贸然赶路。3人商量了下，说在原地休息一晚恢复体力，晚上睡觉。我们几人轮流守夜，大概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眼皮打架困得厉害，红姐和陈建生现在睡着了，添了2根干柴，我还强撑。突然间，我后脑勺吃痛，不知道是谁用小土块砸了我一下，看着脚下滚落的小土块，我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碰了碰陈建生，我心里一急，就掐了他一下。你小子干嘛？有病啊你！陈土公，咱们身后有人，
刚才他还用石头扔了我一下。陈土公向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装作没看见。随后我又将一颗痣给摇醒，告诉了他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云峰，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真的，现在怎么办？三人商讨片刻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，那就是装睡。红姐握着一把小匕首，她手掌朝下，用衣服袖子盖着。我和陈建生手里藏的是一小段削尖的木棍，我们用胳膊压着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那人又扔了颗小石头过来。好在这次我躲过了，不过陈建生就惨了，石头结实的砸在他头上。他强忍着继续装睡，大概过了能有1个小时，有很轻微的脚步声传来。我眼睛眯了一条缝，躺在地上小心的偷看。只见昨晚上出现的小矮人，手里举着小石块，正一步步左扭右扭的朝火堆这走来。他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一点点朝我们靠近，怕这东西发现。我忙闭上眼，不再去看。而就在这时，动手！陈建生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他暴喝一声，拿出来削尖的木棍，抬手就刺。红姐也突然起身，对准小矮人直接拿匕首捅去。这东西像老鼠一样怪叫一声，扭头就想跑。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这东西被我拽住了腿，顿时就炸了毛。他拼命的上蹿下跳，力道极大，差点我就抓不住。红姐起身一脚就将小矮人踢死在地，对着小矮人就是一通乱刺。这东西吃头，他横冲直撞的把陈建生撞倒在地。很快，不到1分钟，扑通一声，小矮人倒在了地上，他肚子上插着红姐的匕首。死了吗？应该是吧，走过去看看。而当我们走过去看的时候，这人竟然是一张猴子脸。我们几人互相对视一眼，都是一脸诧异。陈建生忽然转头看向红姐，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那东西啊？不能确定，以前没见过。看他们两打哑谜，我有点急了，便问红姐她是不是知道点什么。这东西有可能是民间传说中的山魈，就是山精野怪。山精野怪会戴帽子？这时候陈建生也反应过来了，他仔细的看了看帽子，脸色铁青，连续踹了这东西尸体5、6脚。这家伙，这帽子是我们团队里人戴的，他竟然扒下来戴自己头上了。行了，都死了，你还发个什么疯？找别的，看看你说的那件东西有没有藏他身上。我也帮忙，又仔仔细细翻了几遍，没找到陈建生口中说的那件青玉礼器。这时候陈建生指着上空，突然很兴奋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家伙戴的帽子就是我们团伙人的，而我团伙的人在上面出的事，他又能来到了这个墓主的后花园。陈后勤，你说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？有条路，你是说这地下河还有一条通往上面的路？对了，没错，这上面和下面肯定有条通道，只要找到这条路，我们就能上去。”我也很兴奋，因为若陈建生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就能离开这里，就能上去，就能找到大哥和3个他们。可眼下的问题是，山魈从上面下来的这条路在哪呢？关于如何找到这条上去的路，我想了一个办法。山魈虽邪门，但仍保留着部分猴子的习性。据我推测，他们是群居的，山魈族群中少了一个。这些东西会不会派人来找？没错，有这个可能。这样吧，我们把他扶起来，靠在这大树下面，然后我们藏起来，看看会不会有他的其他同伙来。经过我们的精心布置，老远看去，那山魈不像死的，倒像是靠着树干在休息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等到了想要的东西。前方大概3、400米的地方，白雾朦胧中，模模糊糊的出现了很多小个子黑影，大概有10几个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些东西像达成了某种统一意见，4个一伙，他们直接抬起来了死掉的那只，一扭一扭的就要离开。走，跟上他们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7拐8拐，跟着这些东西，我们走到了一处很隐蔽的小山洞外面。这小山洞外面杂草丛生，把洞口隐藏得很好，要不是亲眼看着这些东西一个个钻进去，我们都发现不了。陈土公，你在这时间不短了，以前有没有发现这里？没有啊，这么小一个山洞，还用草盖着，我上哪发现去？走吧，跟上去看看。这山洞很小，我们都得猫着腰走。起初，山洞里空间很小很矮，要是不小心直起了腰就会碰到头。走着走着，空间渐大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像门一样的出口，有微微光线透出来。这就到头了？不清楚，赶紧过去看看，别跟丢了。而正当我们到路口的时候，却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山洞很大，很像是一个祭台。我竖着耳朵仔细一听，的确，我听见前面有滋滋的声音传来，藏在拐角处。我们小心的探头朝里面看，突然间，其中有一只跳上石台，他在自己身上摸索了一阵，摸出来一个青白色，像小斧头一样的东西。快看，看到了吗？那就是我之前说的东西，真让这帮畜生们偷了，那就是月，这证明我没骗你们。你们快看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去，他们这是在干啥？喝豆腐脑呢？舔食干净后，
这些东西陆陆续续的结伴向前，引入了黑暗中。他们走了，我们三自然就出来了。原石台上那东西 CPU 已经不成样了，被他同伙吃了个干干净净，还有一些黄白之物残留。而在祭台不远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几乎很大的一个训坑，祭祀坑呈长方形，坑里零零散散有一些白巧克力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堆白巧克力的中间，横躺着一件鸡头陶罐，这陶罐还有半个身子埋在土里。看什么？这东西不值钱，走吧，别盯着看，怪瘆人的。先别忙，陈后勤，你没仔细看吧？你再看看那个陶罐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。等等，陶器是不值钱，可也要看等级。坑里的这个等级可不低，这可是陶魂仓1级文物。陈建生来了劲，他直接跳了下去，说要把魂仓挖出来看看，要是完整的好的，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带走。当时我和一颗痣怎么劝他都不听。陈建生跳到祭祀坑里，他看着那些白骨说：“诸位，借点东西，勿怪勿怪啊。”说完，他一低头摸到了埋着的魂仓罐。咦，这么重，娘的，真够沉的，这里面不是塞着金砖吧？随后他将陶罐抱在怀里，走到了我们面前。赶紧接我下，上不去。我忙爬到坑边，抓着他手，把他拉上来。魂仓盖子封死，看样子是原装货，没有被打开过。怎么样？要不现在给整开？这可是原装货，太少了。行里的老把式，很多人也没见过。祭坑里的能出来什么高等级的东西？没准里面塞满了2000钱的人屎，多干成球，成画蛇。陈后勤可真会开玩笑。跟陈后勤你商量个事儿，你把你的小匕首借我用下，我把这玩意撬开，看看里面有啥。接过来小匕首，陈建生蹲下，他扶正魂仓后就开始用刀撬，鼓捣了10多分钟，终于撬开了一条小缝。瞬间，一股酒香味扑鼻而来。我靠！魂仓里装的竟然是酒，2000多年的酒。他后退一步，马上摇头否定。不对，那时候根本没有高度数的蒸馏酒，这酒味。大宝坛汉墓里出土过一件保存完好的青瓷梅瓶，当时那瓶子里装的就是酒。这是虽然罕见，但以前也有，只是没什么人见过。管他的，惊得我陈建生有口福了。不行，机会难得，我得尝一口这酒，品品看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吧，陈土公，你真要喝？我可是个酒鬼，都半年没尝一滴了，1000年没酒啊，想想都解馋。小子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什么境界？喝酒的最高境界是喝成肝癌。到这一步，就算修行圆满了。哼，真是个250。嘿嘿，瞧着，我喝了。陈土公撬开魂仓整个油封层，直接伸手进去咬了一点，吧唧着嘴。他眉头直皱，表情看起来不太好。怎么了，陈土公？什么滋味？这啥酒？闻的明明是酒味，怎么尝起来是这个怪味？甜的跟糖水一样。说话前后不过3分钟，我忽然看到他脸色开始发红，而且越来越红，跟脸上刷了红油漆差不多。他使劲晃了晃脑袋。卧槽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假酒啊！陈建生是老酒鬼，他用手咬着尝了一点点，顿时就表现出了醉意，说话大舌头，脸上红得吓人。陈土公，你没事吧？还能走路？能？怎么不能？好酒，真好酒，够劲。真是个250。走啊！我又没醉，这酒我要带出去，一滴卖10万。拗不过他，我也只能示意他注意脚下。祭祀坑西北方向有条小路，小路通着山洞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条小路会通到哪里，只是看见那些东西是从这进去的。这条小路外面看的是平的，走了几十米就开始有了坡度。心下一喜，我觉得这是好现场，因为这是上坡路，有可能能走到上面。突然间，四面八方传来了很多类似猴子的叫声，不知道是从哪跳出来的。他们拦在路中央，滋滋的冲我们3狂叫，每个手里都拿着小孩拳头大小的石头。我和一颗痣被眼前的阵仗惊住了，下意识的开始往后退。瞬间，一块石头朝一颗痣脑门上砸来。红姐小心！走，先退出去。我拽着发呆的陈建生往外跑，几乎与此同时，有很多碎石块铺天盖地的砸来，我胳膊上不小心挨了一下。退出来后，那些东西暂时没跟出来。看我胳膊上流了血，红姐忙问：怎样了？疼不疼？没事，皮外伤，骨头没事就行。都怨你！你说你没事拿那破尿罐子干嘛？陈建生脸还红着，不知道是酒的作用还是被红姐说的脸红了。他摇头骂道：咦，一堆毛猴子而已，你把刀给我，我去全给捅死。陈土公，你别冲动，不能小看了那帮山魈，那样干就是在送死。唉，要是有枪就好了，直接一梭子打过去，保准能全给他打成马蜂窝。红姐提了一个想法，她说可以让一个人先进去，
吸引这些东西的注意力，把它们吸引走。如此一来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剩下的2人就能平安过去。而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陈建生。你去，事情成这样，你的责任最大。好，那就我去吧，你们藏在后头。他没争辩，答应的这么快。红姐明显一愣，陈建生像是酒醒一样，他拱手道：小子，陈后勤，跟你们说个事，事出原因在我，万一咱被石头砸死了，那也不冤。不过我还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，我啊，不光是个盗墓的土工，我还是平门白春点的后人。白春点，你说你是八角门平门的传人？是啊，没啥别的意思，就想报个门。我先去了，2位保重。走吧，咱们也去帮帮他。一块醒怒下6分，上至君王，下至臣。君王一块辖百官，百官一块辖万民。他语气加快加重，继续念：僧人一块说佛法，天师一块说鬼神，一块醒怒走天下，说人说鬼说是人。就这么随耳一听，伴随着用石头代替的醒堂木落下，我就感觉大脑充血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眼前那些山魈举着石头一动不动，同样在发呆。赶快走，离开这。走。就这样，我俩走着路从这些山魈中间穿过，这些东西都发呆般的盯着陈建生看，没有攻击我和一颗痣。穿过山魈群，只听到身后传来陈建生的大笑声。诸位老少爷们，今个咱们不说《三国演义》，今个咱们不说《聊斋封神》，今个咱们就说一场武松打虎。我和红姐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，陈建生并没出来，站在斜坡下向上望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休息一下吧，云峰。掉下来时，我们丢了一个背包，剩的一点饼干粮也消耗完了。坐在这等着，我去附近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找到吃的东西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，2个人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不行，你现在受了伤，必须在这休息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红姐暂时离开后，就剩我一个人坐在草皮上。起初还好，我也没怎么担心，可慢慢的，雾气越来越大，刚才还能看清自己走过的路，现在再往下看去，基本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到处一片白茫茫。而就在这时，雾气那边好像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我隐约能看见，这不就是一颗痣的身影吗？我连忙喊道：红姐，是你吗？红姐。我在原地等了好久，突然间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听到红姐在叫我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一激灵，我猛地坐起来，竖着耳朵仔细听，熟悉的声音从我前面传来，没错，是红姐她的声音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红姐，红姐，你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怎么每次说的话都一模一样？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我脸色发白，悄悄后退了一步，伸手一摸，摸到了胸口里放着的小硬块，这是之前姚玉门送我的嘎乌和护身符。很遗憾，并没有什么用，因为那声音久久在我耳旁回荡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不行，我得去找红姐，红姐一定在等我。我飞快地往上跑，中间脚滑了，还摔了一跤。而就在距离我200-300米开外的草皮上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我被吓傻了。啊！救命啊！该死，果然是出事了！红姐，等着我！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我拼命地往上跑。当我来到这个地方时，红姐的整个身体已经被一种奇异的花给吞进。翻开红姐背包，我拿出之前用的匕首，就将这东西的根拦腰斩断。红姐这才从里面掉了出来。红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注意点。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，我和红姐松了一口气。她看着我，一脸高兴无语道：昨晚上雾大的简直寸步难行，根本就看不到，只能确定大概位置。我也不敢乱走，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身后草丛里有东西，我以为是你，就想过去看看，结果就这么一看，身后就被一根藤蔓给缠住了。幸亏你来得早，不然我就真没了。人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昨晚上我叫你，你听见了吗？有没有给我回话？没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更没说话。怎么了？我脸色更难看了，呆呆地望着红姐，不敢吱声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没什么。你去找能吃的东西，找到了吗？没，附近都是草和树，
没找到什么吃的。人没事就好，一天两天的不吃也饿不死人。走吧，咱们再上去看看。走吧，咱们再上去看看。用了小半天，我和红姐终于走到了头了。尽头是一汪水潭，水不清，很浑浊，周围时不时有滴答滴答的落水声。这里四周完全封死，是条死路。我们之前满怀的希望，在看到这处水潭的时候，心里凉了大半截。我用小石头丢了一下，水好深，完了，这怎么办？我们走到死胡同了，出不去了。不一定，据我所知，有些地下河之间是互通的。也许2000多年前，这里单纯只是一个坑，没水也说不定。走到水池子旁，红姐转头对我说：“我想下去看看，查探一番。事到如今，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要是没办法找到老大老三他们，我们迟早得饿死在这里。”说完话，他扑通一声直接跳了进去，溅出来不少水花，水面上冒了点气泡，又重归平静。我拿着红姐衣服，趴在水潭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。过了大概有7、8分钟，红姐一下钻出了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没错，云峰，我们猜的没错，下面其实是一条向上的石通道。2000多年前这里本来没水，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导致地下河水倒灌，把这里完全淹住了。那下去大概要憋气多长时间？我预估过了，大概憋气4分钟左右就能游出去。4分钟？我不行，红姐，我憋气憋不了那么长时间，况且我的手使不上劲。红姐担忧地看了我手臂一眼，最后咬牙道：“和之前一样，我抓着你，带你过去。现在我们还有力气，要不然过上1、2天，连下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到那时，只能困在这等死了。”那好吧，先休息，恢复一下。云峰，你行的，相信你自己，你不会死在这，我也不会。随后我们在这休息，有些事红姐没说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们要是没出去，也就上不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隐约又听到了有人在叫我，这声音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我以为是自己害怕入水，太紧张出现了幻听，也就没放在心上，继续闭上眼睛恢复体力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呀，我在这。好了吗，云峰？这时红姐看我脸色有点奇怪，随即就走到了我身旁，而那声音还在不断的出现在我耳边。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不敢说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，便准备说我没事，可话到嘴边，我不受控制的就说：“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”我竟然在学红姐说话。红姐联想到了什么，她脸色一白，沉声说了3个字：“你是谁？”怎么我也成这样了？我怎么也出现了陈建生之前一样的状况？难道我也成精神病了？本想再说几句什么，可话到嘴边，不受控制的就说成了：“你是谁？”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不敢说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，便准备说我没事，可话到嘴边，我不受控制的就说：“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”红姐脸色苍白，她看着我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起身后，她皱着眉头，绕着我转了一圈。红姐说：“云峰，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。”我单手捂住嘴巴，点了点头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幻觉，或者是幻听？我点点头，指了指自己耳朵，示意他我有听到过。你听到的声音最先从哪传来的？不要乱，你仔细想想。昨晚那个声音，最初听到的时候离我很近，听得很清楚，随后就感觉声音变远了。这声音最初传来的地方就在我身边，嘎乌和护身符还挂在脖子上。我摸了摸裤兜，干瘪干瘪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忽然间，我脸色大变，当着红姐的面，我一点点褪下了裤子，褪下裤子，露出大腿的一侧。我和红姐都吓着了。云峰，你大腿上怎么有这么大一个伤口？谁帮你弄的？我摇摇头，表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时那个声音又在我耳旁回荡，看红姐的表情就知道，只有我自己能听见，她听不见。等等，云峰，你先别动。红姐直接摸出来匕首，别动，忍着。我咬住衣服，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匕首很锋利，红姐咬着牙，她看准了我大腿上轻微蠕动的那块地方，直接下了刀子。本以为会很疼，没想到一点疼都感觉不到，只是感觉有阵酸麻感。红姐小心翼翼用刀尖把从我伤口处掏了出来一只虫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吓傻了。这不就是我们在山洞里看到的那一只虫子吗？好了，已经死了，应该没事了。试一试说话，看看还会不会跟我说同样的。果然如此，虫子一弯出来，我也不再学他说话，先前的那种幻听也没了，一切回归正常。好邪门的东西，之前没想起来，现在我突然想到了一种东西，一种传说中叫应声虫的小虫。应声虫？那是啥东西？古书上有记载，这是一种罕见的虫，你回头可以去查一下。难怪陈建生之前会变成那样，地下河只有他一个人，又多次进入那个秘境，时间久了，
所以他在发作前会眼神涣散，神志恍惚，情况比我要严重。等了一会，红姐看我的伤口没有流血，她起身说：“准备吧，我们下水游出去。”知道了，红姐，拼了！知道了，红姐，拼了！我从1数到3，到3就开始，保持同步，路程不远，一口气憋到底。你要紧抓着我。没犹豫，伴随着数到3，我和她几乎同步的一块跳进了水里。水温没有地下暗河里那么凉，但水里能见度不高。我鼓着腮帮子憋着一口气，双腿乱蹬，紧抓着红姐，让她带我游。有几条很小的鱼从我身边游过，下潜了不到1分钟，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。由于我在水下活动蹬腿，大腿伤口包扎的地方开了，因为血腥味的原因，不知道从哪里引来了一条尺把长的黑鱼。黑鱼个头不大，但是看着好像有牙。红姐回头一看，看到了这条鱼，她眼神惊恐，拼命地拽着我往前游，力气极大，而我的鲜血也不断渗出。随后，我看到了周围不断有长着牙的黑鱼聚拢过来，它们聚在一起，跟随着血的味道，最后把目标锁定了我和红姐。鱼群越聚越多，开始朝我们这边追来。疼痛传来，有条黑鱼咬在了我大腿上，然后2条，离水面越来越近。红姐也受到了攻击，她像发了疯，拖着我冲出了水面。救命啊！小红、云峰，快上来！去你大爷的！竟然咬我兄弟，我弄死你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红、云峰，3哥终于看到你们了。好什么好？老三，你没看我们俩都成什么样了？几日不见，孙老三一脸风尘，感觉人也瘦了一点。他叹气道：“我们能再见面，也算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小红，你不知道，为了找你和云峰，我和大哥是吃了多少苦。”老三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云峰、小红，你们在下面有什么发现？我们碰下头。随后，我和红姐将我们在地下河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孙老大和孙老三。孙老三听后不住摇头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这个陈建生他是南派的人，还主动救了你们，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呢。”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他还说他是白春年老人的后人，那就更不对劲了。南派里一些有名的土工，我多少听说过一些。毕竟我本身也是干的土工，可我对这个叫陈建生的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的大哥没听说过，只不过陈略有耳闻，应该是跟赵洪水那波人混的。可这个陈建生嘛，的确闻所谓。那就先别想了，反正人估计应该也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云峰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要觉得我们不知恩图报，你知道吗？小红的父亲陈志勇当年就是被南派的土夫子们联手黑吃黑做局，最终让人活埋在了西藏。竟然还有这档子事，这事要是真的，对于红姐来说，那可是杀父之仇啊！怪不得自始至终，红姐都没给陈建生一个好脸色看，就算他救了我们，还是这样。对不起，红姐。没事，云峰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会变本加厉的讨回来。算了，晦气，不谈这个事了。算了，晦气，不谈这个事了。云峰、小红，我和老三在上面摸的也差不多了。我们发现有处地方很古怪，搞不好有可能是藏着墓主棺椁的主墓室。我们在地宫找了这么久，可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主墓室在哪里发现的？也不确定是不是，反正一句两句的根本解释不清楚。带你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只是觉得和主墓室有关系。云峰，你腿上的伤怎么样？能走路吗？用不用我背你？不用了，大哥，我自己能行。行，是个男人，我走慢点。你要是跟不上了，记得随时开口，别硬撑。我点点头，随后红姐扶着我就跟着孙老三他们走了过去，举着火把，顺着水潭边上这条路，孙家兄弟把我和红姐带到了一个地方，一堵用鹿和土封死的金刚墙，墙上没门也没窗，就是一堵墙。红姐敲了敲暗黄色的石墙，皱眉道：“老三，碰上这东西没办法，鹿和黄的金刚墙，行里就没听说有人遇到过。一般情况下，行里若有人遇到三合土，都是用矾面加醋泡的。可这2样东西，你们也没有准备吧？”确实没有准备，不过既然来了，也不可能空手而归。红姐忽然眉头一挑，知道孙老三和孙老大的想法了。你们该不会是要用炸药将这堵墙给炸开吧？当年定陵五合土的金刚墙后面就是万历皇帝的棺椁，咱们都走到这了，要是不看一看这里的正主，岂能甘心？可到底我们还是在地宫里啊，2根9.5的火雷管威力不小，你们就不怕地宫炸塌了，把我们都活埋在这里面？这点我们当然也考虑过，但是小红，你这样看，这地宫2000多年都没塌，说明质量还是很可靠，我和老三还是有信心的。那随你们吧。鹿和土金刚墙拦的就是盗墓贼，要是古代盗墓贼碰到这个，几乎只能选择绕道而行。
包括拐子针在内，任何奇淫技巧都没用。擅长分经定穴的高手来了也没用，要想进去，谁来都不好使，只能暴力破开。结果，这可是95雷管啊！知道硬，没想到这么硬，这要是用手挖，挖到猴年马月的也整不开。这可是95雷管啊！知道硬，没想到这么硬，这要是用手挖，挖到猴年马月的也整不开。见一根不顶事，老三也狠了。大哥，直接把2个雷管绑一块炸！老三，你疯了吗？2根雷管串联在一起，威力成倍增加，这都是开山才用的法子。没办法了，门打不开，就这么干。随后，孙老三一把将孙老大包袱里的雷管给掏了出来。见劝说无果，孙老大还是默认了。开始可能是担心紧张，孙老三手抖了好几次。这次的动静声比第一次还要大得多，头顶上往下落了不少碎石泥土，都是被震下来的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火药味，足足过了近10分钟，尘土烟雾才散去。地面下炸了一个坑，老三蹲下来，趴那用手电照了照，隐约中好像照到了什么东西。墙后果然有密室空间，棺椁是棺椁，老大，我看到棺椁了。主墓室原来躲在这乌龟壳里，之前的东西耳是都是假象。我先钻进去看看，你们跟在后面。冷，好冷啊，三哥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冷？我哪知道，谁让你穿这么少了？刚进来我就发现不对劲，没想到就隔着一堵金刚墙，里外的温差竟然差这么多。这种冷是冷到骨子里的，冻得红姐都打了个喷嚏。随后，我们的目光都被密室中央横放着的东西吸引住了，竟然是白色的棺椁。巨大的白色棺材边上立着2铜人。此时老大惊疑道：“这墓主人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，好好的主墓室不待，非把自己一个人藏在这犄角旮旯的。就这2铜人，我猛一看还以为是兵马俑，吓我一跳。有可能这块犄角旮旯是什么风水宝地吧？看我的，我给他整开。”说完话，孙老三从包袱里就拿出了小钢铲，大哥用火把帮忙照明，三哥则拎着铲子绕着棺椁转了一圈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找天井，而天井就是古代人在墓葬内留一个小口，其寓意是让棺材里的人能灵魂升天，这个小口子就叫天井。找到了，你们快过来看。老三，这里面有几层棺椁？看不清楚，只能一层一层的试试才知道。那行吧，先开吧，只要开了缝，下一步就简单了。只要开了缝，下一步就简单了。不到一会的功夫，孙老三将第1层棺椁打开，这往下一看不要紧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白砗磲的这层椁之下，竟然是一层黑色的金属椁，氧化了，这是银的银椁。这真是开眼了，光这2层椁板就这么厉害，那最里面的棺材里到底还有什么大货？而当我们打开的3重棺椁的时候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顺着银椁板的缝隙处流出来很多黑色的粘稠状液体，而且越流越多，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。等等，三哥，你们快看，前面流水了！这些黑水是不是从棺材里流出来的防腐液？好臭啊！看着像，等流干净了咱们再看看。照着之前的情况看，里面最少还有1层椁才对。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怪事。咦，不太对劲啊，大哥。怎么了，云峰？这2铜像下面是不是有坑？你们看看，怎么这些棺材液都渗下去了？顺着铜像角那块，走过去看看。走近了点，我们用火把仔细一打量，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猫腻。原来是这样，银椁板里流出来的这些防腐棺材液，都顺着铜像脚边的这些小眼漏下去了。可能这是以前墓主人故意设计的，目的是防水。行了，先别管这个了。老三，把最后1层椁板给它撬开。孙家兄弟前后上铲，不大会儿就撬开了这层椁板。伴随着银椁板脱落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具金色棺椁。孙老大原本以为这是最后1层，可现在看来竟然还不是。紧接着2人又开始忙活起来，费了一番功夫，金椁脱落，终于露出来了包裹在里面的棺材。这副棺材通体漆黑，老大眼神好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表情凝重地说：“如果我没看错，这是一具老槐木的阴沉棺材。”阴沉槐木？不能吧，大哥，不是金丝楠阴沉木，怎么以前还要用槐木做棺材的？云峰，你话只说对了一半。阴沉木种类很多，不单只有金丝楠阴沉，还有红椿、青冈、柏树、麻柳、红豆杉、麻桑。真正稀少的是阴沉槐木，这种木头千年不烂，鼠虫不咬。难怪这具棺椁保存的这么完好，4重棺竟然还是阴沉槐木做的。而正当孙老三他们要打开最后1层盒子的时候，老槐木阴沉棺突然抖动了一下，我突然听到盒子里发出一声闷响，